歡迎收睇由寶城保險特約成就港生活特輯。就嚟過年啦，先係到祝大家馬年馬到功成，龍馬精神。今集啦，我哋嚟到今年最紅嘅樓盤 Sierra Sea 睇樓啊。咁點解話呢個盤呢係近期最 hit 嘅呢？咁因為咧喺屋苑嘅第一期入伙冇耐啦，就已經錄到多宗嘅二手成交，而且咧仲要有錢賺添。咁個業主啦揸咗唔夠1年就賺超過100萬。所以啦，我哋今集咧除咗會睇一個現樓單位之外啦，咁都會分析下點解樓盤入伙冇耐啦，就已經係出現一啲二手獲利個案。第二啦，就係喺唔同嘅戶型入邊啦，邊一類又係賺幅最多嘅呢？咁最後對比而家發展商嘅一手定價，二手市場嘅叫價水平係點嘅呢？買家又應該點樣選擇呢？分多期發展嘅 Sierra Sea 一共有46座，供應大概9700伙，規模拍得住沙田第一城。呢一個由新地發展嘅西沙大盤喺舊年4月開賣，到而家已經推咗4期㗎喇，涉及超過3000個單位。根據我哋嘅8House 統計，截到2月13號，4個期數計埋賣咗超過2900伙，佔總伙數9成半。正當發展商之前仲賣緊樓嘅時候，屋苑嘅1A 2期同1B 期喺舊年12月開始交樓，去到今年1月尾入伙都唔夠2個月嘅時間，已經錄到超過40宗嘅二手成交。戶型涵蓋1房到3房間隔，主打嘅2房佔比最多，去咗6成半，其次就係1房有2成2，而3房就佔1成3。咁同大家計一計呢啲轉手個案嘅實際利潤啦。業主喺二手市場賣樓嗰陣，實際收益先要扣咗代理佣金同埋律師費。而喺最初買樓嗰陣，買新樓一般都唔使俾佣㗎，咁但係一樣要俾律師費。另外仲要同稅局根據翻樓價俾翻相關嘅印花稅，加埋呢一啲嘅使費先係實際成本。咁最後將兩者減埋佢就係實際利潤啦。為咗方便計算，我哋假設律師費大概1萬蚊到，大概40宗嘅成交入邊有1宗明賺暗蝕，其餘都有錢賺。咁見到大單位嘅獲利金額就多啲，有3房業主最多賺大概145萬。咁至於賺幅方面，由7%到2成6不等，大部分都做到雙位數字嘅升幅。不過要留意，啱先講到嘅成交單位業主普遍持貨年期唔夠1年，咁若果稅局認為賣樓係為咗盈利，就有機會徵收利得稅，咁扣埋利得稅就有機會拉低獲利金額同埋賺幅。一齊嚟睇下賺得最多嘅一宗成交啦，係一間實用面積526尺嘅3房，業主喺1A 2期第一輪開賣嗰陣，以大概610萬買入單位，入伙之後用大概780萬賣出。扣埋各項嘅使費，揸咗唔夠1年，賺咗大概145萬或者2成3。咁事實上，3房單位嘅成交雖然唔多，但有6成嘅個案都賺到超過100萬。用呢一個獲利金額去計，佢嘅佔比就係咁多種戶型入邊最多。呢一啲單位嘅買入價介乎大概593到661萬，但係就可以用700幾到800幾萬賣出，轉手獲利最少都有102萬。最多去到145萬，涉及單位嘅實用面積全部都係500幾尺，係樓盤最細嘅一款3房單位。咁一齊嚟睇睇佢嘅開則係點啦？點解最受到追捧呢？雖然樓書標明係開放式廚房，但係發展商就做晒牆同埋門，都類似緊廚嘅報告。咁至於寢區方面，有一間房比較細啲，都大概33尺。不過始終有3間房，代理就話呢一類3房單位嘅客路就最廣啦。無論係有小朋友嘅家庭客，定係想住得鬆動啲嘅2人家庭都可以選擇。再加上對比另一款700尺或者以上嘅大3房，呢一款細3房因為面積細咗，樓價相對都會比較有競爭力。例如喺我哋嘅8House App，如果要用800萬到嘅預算喺同區揾3房嘅私樓單位，一般都係樓齡比較大嘅屋苑，所以拎住呢個預算，又要樓齡比較新嘅3房，同區都冇咩其他選擇。當然啦，一期業主有錢賺，最大原因就係樓盤開賣嗰陣
樓市都仲係處於低位。睇返二發樓價指數，舊年樓價喺5月拆息大跌之後，先至明顯轉升。而 CLRC 1A 2期就喺舊年4月中開價，咁嗰陣樓價距離歷史高位都仲有2成6嘅跌幅。咁去到舊年年尾樓盤入伙，大市嘅樓價已經升咗6%，而跟住推出嘅期數亦都有隨住大市回升，定價一期貴過一期，由最開頭嘅10,398蚊，去到今年1月嘅2B 期超過11,000蚊一尺，平均每期加幅介乎2.3%到3.2%。咁事實上，我覺得發展商最初開出1萬蚊鬆啲嘅價位，令到第一批單位有水位。除咗因為當時嘅市況之外，仲因為樓盤嘅規模龐大，銷售時間可能隨時都要10年8載。咁如果買家見到入咗伙嘅期數都有錢賺，自然可以加強佢哋入市之後期數嘅信心。而 CLRC 由開賣以嚟，的而且確都不斷刷新緊票王紀錄。去到2A 期第2輪銷售之前，更加收超過49,000張飛，成為史上收飛最多嘅新盤。咁事實上，而家樓盤嘅二手造價甚至高過一手定價，只不過部分心儀樓盤嘅買家因為抽唔到一手單位，先至喺二手市場度買。用 CLRC 2B 期3、4號價單做例子，400幾尺嘅兩房單位，折實樓價介乎大概460到603萬。咁跟住我哋喺二手市場同埋 2B 期嘅一手價單，各自抽咗一間高層嘅單位嚟到做對比。兩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只係差咗1尺，但係佢嘅樓價就差咗大概84萬。對比尺價嘅話，二手成交價高過一手定價1成半。代理就透露，買得 CLRC 嘅二手買家，大部分都係抽咗好多次新盤嘅向隅客嚟㗎，因為佢哋有自住需求，而同區有冇其他萬零蚊鬆啲嘅新樓可以揀，咁所以就回流返屋苑嘅二手市場，帶動樓價上升。咁加上 2A 期同 2B 期嘅關鍵日期，分別係今年嘅9月同出年2月，而家都仲係樓花階段。咁若果買家想即買即住，而唔係投資用途，就要揀返二手單位啦。至於呢個屋苑嘅一手定係二手單位先至比較划算，睇樓之後再同大家分析。入屋之前，如果你都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 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今集我哋會去到1B 期睇一個現樓兩房單位，咁呢一期一共有4座，加埋有794伙，涵蓋1房到3房間隔。參觀單位係呢一期主打嘅兩房戶型，實用面積444尺，業主只係放租，未有放賣，叫租19,000蚊，尺租42個7。未入單位之前嚟到走廊，見到牆身就鋪咗比較少見嘅牆紙，同埋通道都闊過一般嘅新盤，方便輪椅人士出入。而單位入邊都有唔少長者友善嘅設計元素㗎，咁一陣睇到再講。一入單位啦，咁喺呢個開放式廚房啦，同埋大廳之間嘅呢個凹位呢，咁而家你見到呢，就擺咗一個雪櫃喺度啦。咁但係其實呢，喺雪櫃後邊呢，都仲有一組嘅儲物櫃嘅。咁打開呢，你會見到呢，佢個深度呢都幾深下㗎。咁如果係真係擺鞋嘅話呢，其實每一層呢，即係都可以擺到2對鞋嘅。咁如果你想話方便啲拎到入邊嗰對鞋呢，咁啊可以加翻啲拉籃啦。咁另外呢，就係呢個層架呢，係一個活動式嘅層架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可以調節翻個高度啦。咁例如最低嗰塊你拎走嘅話咧，因為佢下邊冇做底板啊，咁甚至咧你擺個篋入去都冇問題啦。睇完嗰個儲物櫃啦，咁我哋轉過嚟睇睇個開放式廚房啦。其實以開廚計咧，我覺得個工作台面咧都算係幾多㗎。而家佢呢度咧就裝咗個3頭電磁爐啦。咁就算你話唔計星盤咧，側邊都仲有好多位咧可以放一啲嘅小型家電。咁另外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都幾特別啦，就係佢後邊呢度咧有一隻嘅窗啦。咁佢其實係通翻去天井嘅。咁如果真係大家煮嘢食覺得大油煙嘅話咧，都可以打開咧，就係透一透氣咯。咁我自己覺得呢一種設計都幾好㗎，咁但係就唔係所有開廚兩房嘅廚房都有呢隻通風窗。以單位所在嘅一層做例子，5間開廚兩房入邊有一間係冇㗎，咁所以租客或者買家就要注意啦。
咁除咗啱先講到嘅雪櫃係採用德國品牌 Bosch， 其餘嘅家電就用返另一隻德國牌子西門子，包括電磁爐、抽油煙機、洗衣乾衣機同埋微蒸烤焗爐。至於櫥櫃嘅用色，唔同期數都有分別㗎。咁例如2A 期同2B 期嘅廚房，除咗白色之外，就分別加入咗藍色同綠色作為主色，同而家見到嘅1B 期都有唔同㗎。嗱，而家呢一組嘅櫥櫃咧，佢個設計風格咧都比較簡約雅致嘅。咁你見到上面就係白色啦，咁下面咧就係一個淺木色。咁另外咧呢度有一格咧就係做咗個玻璃飾面啦。咁我覺得咧呢度就可以擺啲比較常用到嘅食品啦。咁由下邊咧其實佢都仲有啲配件附送埋嘅。咁例如就係廁紙架啦，同埋一啲嘅毛巾掛鈎。大廳鋪咗地磚，對於採用開廚設計嘅單位嚟講，比較容易打理。大廳咧就係兩邊廳嘅設計啊，咁飯廳呢一邊咧就係開廚對出嘅位置啦。咁餐台咧預計都擺到一張4人餐台嘅。咁然後客廳呢度咧，佢個睇電視距離咧其實都超過2.4米㗎。咁我自己就會建議咧梳化可以靠翻呢邊擺，咁因為呢度咧就要預留翻進出露台嗰個通道啦。成個廳有大概161尺，樓層高度有大概3.15米，相連27尺嘅露台。大過一般新樓嘅22尺，喺度晾衫都夠晒位啦。單位向南，見到幾開揚嘅企嶺下海景，只不過呢個景觀就存有變數。咁而家都見到單位對出有啲地盤㗎，咁其實就係會所2C 期同埋第3期嘅地盤嚟㗎。不過單位喺極高層，對景觀有幾大影響呢？都視乎前面嘅樓第時會起到幾高。咁翻返嚟室內。繼續睇埋寢區部分。客飯廳中間嘅走廊咧，你見到呢個通入嚟咧都一眼睇晒嘅。咁咧就係有2間房啦，咁同埋浴室。咁我哋先睇咗浴室先。打開咧，見到咧嗰個門框啦，咁呢度特別咧就有一塊板喺度嘅。咁其實咧，我哋之前睇1期嘅示範單位咧都有呢種設計啦。咁佢咧就係可以拆咗佢，就方便咧。如果屋企係有老人家啦，要坐輪椅嘅話咧，就可以隨時加闊個門口位啦。咁另外入到嚟見到座廁側邊咧，亦都有扶手啦，咁啊可以方便借力起身。咁同埋呢個廁所咧係有窗，就係光廁嚟嘅。咁好啦，而家睇埋個浴室嘅儲物量啦。咁其實咧喺嗰個洗手盆側邊咧都有唔少嘅台面啦，咁可以方便大家擺啲梳洗用品。咁跟住咧就打開埋2個鏡櫃俾大家睇睇入邊嗰個間隔啦。咁如果即係大家有啲護膚品啊，係想收納得好啲咧，都可以擺喺入邊。咁同埋呢度咧就有個電掣位啦，咁啊方便大家咧係吹頭髮嗰陣咧可以插住風筒用啦。浴室採企缸設計，喺花灑側邊有收納櫃，可以擺下沐浴露、洗頭水等等。跟住就轉過去主人房睇下啦，有大概68尺，採用木紋岩塑地板，同大廳唔同。好啦，我哋嚟到主人房啦。咁呢度咧就有個工作平台啦。咁所以如果係擺家私嘅話咧，雙人床咧自然就會靠翻呢邊擺。咁由衣櫃咧就會靠向呢邊牆身擺啦。咁工作平台有16尺，唔多唔少都限制咗家私擺位。去到2B 期，樓盤就會合併埋露台同工作平台，令到空間更加見使。咁至於呢個工作平台，打開門之後就會見到屋苑其他單位。想保障私隱嘅話，可以考慮喺門上面黐翻啲磨砂膠紙。至於呢一間房，而家都係以海景同山景為主，咁但係因為同客廳同向，景觀都係存有變數。嚟到細房啦，咁呢一度嘅面積咧，大概咧就係45尺，就係一般細房嗰個面積咁大噶啦。咁個房門咧，佢就設計咗喺中間位，咁所以張床咧就只能夠係打橫靠翻窗邊擺啦。客房係玻璃幕牆嘅設計，有助引入室外光線，外望景觀同客廳嘅差唔多。咁業主喺舊年5月，亦即係1B 期做緊第2輪銷售嗰陣，以大概564萬買入單位。咁假設29,000蚊租出，扣除每個月大概1944蚊嘅管理費，實收大概17,000蚊到。唔計其他開支，可以有大概3.6厘嘅回報率，略高過3.1厘嘅大市水平。咁究竟而家嘅叫租水平係咪合乎市價呢？睇返樓盤近期嘅租務成交，
同類單位尺租做緊40到44蚊，而月租就大概18,000到18,700不等。咁業主或者要調低下叫租，先至可以加強租盤嘅競爭力。嗱，雖然單位就未有放賣，但我哋都睇下同類單位嘅二手成交價啦。咁類近尺數又係高層嘅兩房單位，二手造價去到626萬。咁圍返每一尺大概14,300到，用呢一個尺價水平推算，如果參觀單位放賣嘅話，成交價有機會去到大概636萬。咁 Sierra C 作為新地歷嚟最大型嘅私人住宅項目，會所同樣係集團歷嚟最大，連埋花園同遊樂地方咁計，加埋有大概148萬尺，提供多達168項設施。包括一個大概25米嘅室內泳池、5個戶外池、健身室、多用途體育場館、湖畔小屋、餐廳等等。項目每10尺管理費大概4個3毫8。咁除咗住宅部分，呢一個西沙綜合發展項目，仲有佔地超過100萬尺嘅高 Park Sports， 提供10幾項嘅運動設施，包括全港唯一嘅匹克球球場。咁同埋大概13萬尺嘅高 Park Aqua 可以進行獨木舟、直立板呢一啲嘅運動。Sierra C 自己都有個商場，其中高 Park 第一期喺舊年1月開幕。之前我哋介紹帝琴灣嗰陣都同大家睇過，而第二期就隨住樓盤入伙，亦都係舊年12月開始營業。咁我而家咧就嚟到高 Park 2期啊！咁咧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其實我哋之前咧已經同大家咧係睇過1期嗰邊個商場，咁嗰度咧就記得係主要餐廳為主啦。咁其實買嘢地方都比較少啦。咁就算嗰間一田鋪頭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都比較似一間便利店啊。咁所以咧都有啲期待咧，就係2期呢邊嗰個商場咧，會唔會係有多啲買嘢嘅選擇啊？又或者甚至係買餸嘅話咧，又搞唔搞得掂咧？咁而家咧，其實就咁睇咧，2期呢度咧，咁佢大概56,000尺啦。咁資料就話咧，入邊咧就有一間1萬尺到嘅一田超市嘅。咁另外而家見佢門口嗰度咧，佢都仲有寫咧，就係話咧，仲有一間中大嘅醫務所啦，咁同埋就係英基嘅幼稚園。咁我哋過去對面就即刻入去同大家睇一睇啦。但高 Park 1、2期咧就唔係黐住嘅，咁佢就隔咗條馬路啦。咁過咗之後咧，我哋而家就嚟到2期嘅商場大門入口啦。係入到嚟商場啊，咁其實咧聞到好大陣裝修味啦。咁同埋咧間唔時咧都仲會聽到一啲裝修嘅聲啦。咁睇下個水牌咧，見到其實原來咧除咗一田超市之外咧，佢如果買日用品嘅鋪頭咧，即係仲有Circle K 啊、日本城啊、萬寧咁樣啦。咁嘢食咧就暫時見到咧水牌就淨係顯示其中一間就係譚仔啦。嗱，一入嚟咧就係萬寧啦，咁見到咧佢就仲做緊裝修啦，而家圍住板嘅。跟住之後咧再過咧就有間日本城啦，係啦，咁啊有啲日用品可以買下咁樣咯。咁然後咧，其實一直向前行咧，見到成個商場都大部分鋪頭未開，咁都係有商戶租咗，但係就都仲做緊裝修嘅。咁再過咧就有啲補習社或者興趣班嘅鋪頭啦。咁去到再前啲咧，先會係一田超市。但係頭先咧，我哋就穿過一個好似走廊咁樣嘅地方啦，咁然後過咗嚟另外一邊咧，先至見到係一田嘅。咁啊入去睇一睇咧，究竟如果係想買餸嘅話，呢間鋪頭又support到啦。入到嚟咧，咁首先一嚟咧就見到有啲生果啦。咁而家咧就不如揾下睇下有冇一啲海鮮啊，又或者係蔬菜啊、肉啊，咁可以大家都買到嚟煮餸先。咁嚟到凍櫃呢邊咧，其實都見到有啲簡單嘅蔬菜嘅，咁你會見到有啲西蘭花啊，或者係菇啊咁樣啦。咁跟住如果肉類嘅話咧，同樣都有嘅，係啦。咁都 pack 好晒啦，就係啲牛肉、豬肉咁樣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簡單咁樣去煮一餐飯嘅話，應該都可以做到嘅。但係如果真係想要多啲食材方面嘅選擇咧，咁我覺得對於一啲中意煮嘢食嘅人嘅話，可能呢度就未必滿足到咯。高 Park 第2期預計會有40間鋪頭，連埋第1期夾埋會有大概80間。
住戶想有多啲購物選擇，可能始終要接駁一程車去返烏溪沙站嗰邊嘅街市啦。而連接住烏溪沙站嘅迎海匯都有啲餐廳同超市㗎，但係規模就唔算好大。即係想行街嘅話，就要去返馬鞍山站相連嘅新港城中心啦，佔地超過73萬尺，係同區最大型嘅商場。屋苑基座嘅交通交匯處都有架581來往烏溪沙站同馬鞍山站㗎。喺西沙開出嘅話，平均每20分鐘一班車。如果道路情況理想，大概10到1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烏溪沙站。不過項目來往最近嘅烏溪沙站主要依賴西沙路。若果第時人口增加，又或者假期比較多人出入西貢，呢一條路就有機會塞車啦。講返成個交匯處，一共開咗11條路線，除咗有去沙田之外，亦都有去灣仔、尖沙咀、九龍灣等等。而住戶就可以經屋苑直達交匯處側邊嘅候車室啦。夏天嗰陣都唔使話驚熱，而且有顯示屏顯示埋巴士到站時間。另外屋苑門口對出都有小巴路線接駁去烏溪沙站同大學站。對於有揸車習慣嘅住戶嚟講，項目1B期都供應367個車位，平均每3戶分1個。但其實西沙呢一邊我自己都入過嚟3次拍嘢㗎。分別就係佢最初賣樓花嗰陣啦，同埋高柏1期開幕嘅時候。今日就睇埋高柏2期啦，同埋現樓。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個屋苑嘅環境啦。頭先行嗰個平台都覺得好舒服嘅。雖然話而家見到周邊嗰個商場都係多咗啲鋪頭啊、餐廳啊、買嘢地方啦。但係以 Sierra Sea 呢個規模嚟計我自己就覺得要係滿足到咁多人口嘅購物需要可能都真係要出返去市中心啦，或者烏溪沙站嗰邊啦。唔知道大家對於呢個盤有冇啲咩睇法都好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